4天以前，老邓来给我送面包。他媳妇儿就说：“你看唐老鸭下边光着脚，穿着个羽绒裤，上边穿个衬衣就跑大街上来了。我还觉得我结实，不会有事儿。回来就咳嗽，咳嗽。我是平常不爱吃药，我想坚持一会儿就咳嗽过去了。但是不行，我就找出我那个日本药。我也不知道这日本是什么药。这是我从没见过的一个日本老哥，他给我寄来，但上面有一行字，我看是哪儿 ？cough， 这是咳嗽 ；medicine， 这是药，里边就是这种小包的，奇苦无比。它包得很严，但是一撕就撕开了。这是粉红色包装的，还有黄色包装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吃东西就把这个撕破了，朝我的大臭嘴里一倒，就倒进去了，就跟往下水道里边通那个下水道的那个，通下水道那个叫什么东西，水碱、气氧化钠似的。我狗都说恶心，真他妈恶心，爹，太恶心了。嘿，别笑话爹，爹没那么恶心啊。然后奇苦无比，我才想该怎么办。然后那个奶粉姐姐，她原来给我寄冻梨，后来一看我老吃这个苹果，就也不给我寄冻梨了。奇苦无比。我记得当年他冻梨有一种冻梨膏，我一找还真有。我就把这冻梨膏到我这红酒杯里边，然后就把它喝下去了。喝完刚才睡觉，突然老邓给我打电话，我也没听见。2个钟头后，我说老邓，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他说他感冒了，我一听这声儿比我感冒还严重的。你说我那天穿着衬衣，拿他那个给我做的那面包，为嘴伤身。他也那天戎装配件的，穿着英国军装，我还看了看他的帽徽，联合国的帽徽，他怎么也感冒了？所以说我们俩这情谊叫唇齿相依。我这一咳嗽，他那儿就感冒了。我今天感冒到第4天，前3天我连说都没，脑子都乱了，一脑袋鼻涕，一脑袋痰。老邓今天也是，刚才他说是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呢？老宋哥给他打电话，打了又不通。我说肯定老宋哥又偷着给人打电话吧？那天给沙和尚打，给我打，医生不许打，他媳妇儿也不许打，肯定他手机搁屁股底下。拨通了以后，媳妇儿来了，或者是医生来了，监视了，他没法说电话，所以嘁哩呱啦的又挂了。人一生病最可怜，躺在那儿都动不了。这2天全说打仗啊，一个个都到过没到过战场的全都懂，说的全是电视剧上的事儿，或者说是就是那个网络游戏上边的事儿，一个比一个高科技。全都是，我是仍然相信伟大领袖的话，小米加步枪。现在一说小米加步枪，就都被他们给庸俗化了。我这小米呢，就是我每天吃的。你看，赤峰市绿色食品推荐，他说这叫红小米还是叫黑小米，我也忘了。其实弄出来它也不红也不黑，就是小米。内蒙卡拉沁旗的这书记啊，是我们系的，就是屁大国际政治系啊。他跟那谁一大名人是同学啊，就是80年代最后1年，然后呢，所以他就吃了点挂烙啊，所以一直没晋升。现在这一批要不晋升为纪委书记，我估计也就是哈拉硕了。你来干嘛？你来干嘛？孩子了，把孩子了。
这小米好啊，凡是好吃的东西，我这孩子全懂，马上他就过来。然后呢，我煮小米粥就拿开水，就开水猛地一泡，然后就我说这小米加步枪呢，是有我自己深刻理解的，实际上就是用你最低端的东西去克敌制胜。现在自从改革开放，好多人都中了邪似的啊，都要比高级，是吧？比如手机，嘿，别摸爹，打手干嘛呀？哎呦，大臭嘴啊！比如手机就要买最新的手机啊，越贵越好。当兵打仗也是，明明一把刀一下就能捅死人，他偏偏不用刀，他偏偏干嘛呢？嘿，转一大圈儿。还有就那东西，我看网上还有人嘚瑟，就一手枪加一半，那手枪拐一弯，我都怀疑打得准打不准啊，因为那手枪拐一弯啊，是你安全了，你当武警的还能怕死是吧？直接冲出去得了。实际上打仗最终拼的都是精神，不是那些奇技淫巧，而且我们看的老大哥呢打仗，已经不是奇技淫巧了，老大哥是工业化的典范。你看列宁那时候，铁路、矿山、顿巴斯、斯大汉诺夫运动、星期六义务劳动，都是大机器工业、铁路。这次打仗看见就是，卡车的车队啊停在那儿不动，说6.5至7公里。最后就上铁甲列车了。铁甲列车我们知道啊，施瓦格医生里边有，施瓦格大夫里边有啊，那都是为了100多年前大机器工业时候的事儿。现在呢，科技发达，人性发达，所以每个人的自由得以充分的展现。那些一支步枪啊，一个发射弹药就能解决问题的武器出现。几千万的一辆，不管你是特72还是特90，人家弄个10万8万的一个简单的装药就把你解决了。这就是小米加步枪。小米加步枪就是穷人，就是小药治大病。你甭看这小米便宜，老百姓都吃得起，作假就难，是吧？谁把小米还给染黄了？给他染说是红小米、黄小米，不知道什么小米。老百姓，蒙古放马的，他们就吃这小米，哈了沁旗。这地儿我记得我去那儿还有西红柿也比较好，但那西红柿也不好吃啊。但是好是什么？它是工业水果类西红柿，就不是说让你嘴吃的。它水少，肉多，是做西红柿罐头的。我这个一感冒脑袋就糊涂，说的就有点没头没脑。没头没脑的好处呢，就是网管都晕了，然后就不像那些人，张明卓著的旗帜鲜明。今天看那个视频上有一个俄罗斯的坦克，高举着一个20多年前的苏联的国旗。就上边一个闪闪的红星，下边一个镰刀锤子的那个旗，在坦克群中前进。苏联还有好多人是留恋以前的大机器工业社会的时候，大机器工业的时候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，铁路、矿山、大工厂、流水线、三班倒，高度有组织化的。所以列宁那就说嘛，群众是分成阶级的。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，政党通常是由，就是列宁那语录。斯大林又发明了，民族啊，民族就是有共同的地域、共同的语言文化、共同的什么？你说这乌克兰跟这俄罗斯，他们算共同的民族吗？所以随着这大机器工业的过去，新的数码时代的来临，现在都 AI 机器人啊。过去的好多定义都得重新来过，是吧？比如过去就老说二哈怎么着啊，撒手没。我这二哈不但不没，我每次糊涂了找不着家，他都把我带回来。他不是牧羊犬，他是牧人犬。
它是牧人志，牧人里边的智慧的。